等一下，哎，等一下。主任，笔。你去哪儿？回家。家在哪里啊？望京。我捎你吧。不了，主任，我肚子有点饿了，我准备去吃口东西。哎，刚好我也肚子饿了，你叫上你女朋友，我请。别了，主任，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最近闹分手呢，准备今晚上吃散伙饭了。你刚才没说呀？我没好意思跟您说。要真像我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人家戚老板的前妮，也是刚和男朋友分手。嘿。哎呦，这么着急下班啊？主任，明天见。哎，好，明儿见。您慢走。嗯。你听我跟你解释，我是以前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的。我们所老大跟你们所老大有仇。那跟你假装不认识我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女朋友，还知道你在全姐工作，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你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了？我没有，我准备攒一点资源就换锁。我不是怕沉，怕这事儿传到在你耳朵里吗？哎，咱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就算我跟别人说了，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否认啊，你可以说是我自作多情，或者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对了，你刚才跟廖佳敏就是这么说的。你说你跟女朋友是去吃散伙饭的，那我们就假戏真做。你干嘛呀？哦，当时我说我饿了，他说他也饿了，他是我老板，难道我跟他说哦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吃，那我能对？你就说你跟你女朋友吃饭又怎么了嘛？他知道我跟你吃饭，你没听他说吗？他请，还让我把你给叫上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给你丢人了，对不对？你哪给我丢人了？你太给我长脸了。但关键是你不是罗宾的助理吗？你知道他有多恨罗宾吗？罗宾抢过他的客户，还搅黄过他的官司。不是，你想清楚了，他到底是跟罗宾有仇，还是跟我们律所老大有仇？都有，而且还不是一个仇，跟你们律所老大那有情仇。情仇。节目开始前，来为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您的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是多云转阴，南传北风2级。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
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哎，他来电话了。哎，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大姐，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斌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龙科吗？听说罗宾跟他新来的一个助理关系不一般。啊？是吗？那姑娘叫黛西，啊，全律所都不知道她的来历。罗宾就特别信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据说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爸翻脸的。是吗？嗯。大家可都在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你不用每件事都向我汇报，我不是在向你汇报。那我理解错了，你在传八卦。我是提醒你要注意影响。什么影响？你看啊，你罗宾向来是以冷静理智著称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来几天的女助理就跟客户翻脸呢？你是说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理解范畴、认知能力？我能理解，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不赞同。我赞同。你赞同什么？我赞同，你不赞同啊？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赞同我的意思，还是不赞同我的意思啊？这都理解不了。哎，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笑了。是吗？那你喜欢哪种笑？你给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一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你嘲笑我？没有。那你又笑什么？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海塞，可能这跟我从小的教育。什么教育？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谈话，你就跟我嬉皮笑脸的？不，我是说咱俩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一样。你接受的什么教育？友善待人，时常微笑。OK， 我尊重你。既然你不喜欢这种笑，那个走这边，这边去资料世界。
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了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知识、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法学派。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隆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吗？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丰毅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